大剑豪名古盐铁斋，人称剑龙，八州无双。正当他找不到比他更强之人时，一位叫龙四的藩主邀请他去做武官。那人妄尊自大，以自己的大宅子为傲。不过看在对方给的俸禄名字里还带龙的份上，剑龙答应了。然而酒过三巡，那人开始口出狂言，虽然他叫剑龙，但也未必真能砍断真的龙吧。于是他将那人身为龙的胆子和门楣上的龙全都斩了，所以他被整个藩追捕，判了死刑。不过他不后悔，只要拿到赦免无罪释放，他就能光明正大的磨练剑术了。他随行的前卫门名为富之，浑身都带着解剖刑具。山田家的家业除了斩首，还包括试刀和制药，而他专精解剖一道。说着富之抽刀对准剑龙，解析人体构造能发展医学，比他这个死刑犯有价值的多了。剑龙无畏地用刀割断绳子往岛上走，和其他死刑犯一样，都准备先消灭对手。一方面是为了减少竞争人数，主要还是想要尽情的挥剑。富之明白这个任务就是在养蛊，时间越长，剩下的蛊虫就越强。但蛊虫并非这几个，如果幕府等得不耐烦，就会派出下一批蛊虫来。但是富之打死都没想到，刚到岛上，罐子就被一脚踩碎了。死刑犯刚开始第一轮厮杀后不久，岛上接连出现这种恐怖到让人散之狂掉的怪物。花面丸和左切的前面一直带着念珠的6手人鱼拦住去路。花面丸让左切离远些，面前的一切太过荒诞，但是本能就得告诉他前方极度危险。鱼手突然崩断念珠，伸长朝他袭来。花面丸就着鱼手一跃而上，一脚踹烂鱼嘴，却反手被抓住脚腕，狠狠摔砸在地。忍者守则，面对身份不明的敌人，不应以去对峙。花面丸回头看了眼正在被蝴蝶和蜈蚣纠缠的左切，思考着逃走的可能性。而就是这走神的瞬间，他就被鱼头触手死死捆绑住，四处乱砸。花面丸受了不轻的伤，他刚准备带着左切逃离这里，无数形状怪诞且都在笑着的佛像怪物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。花面丸放空一切，他知道现在不能多想，唯有杀戮才能让他活下去。人法火僧发动，花面丸如同一只灵巧的凶兽穿梭在怪物之间，所到之处怪物全部爆头而亡，场面极其血腥。左切待在原地，他早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凶险，但是在眼前发生着的一切已经完全超过了他心理承受能力。这真的是现实世界的光景吗？这里到底是极乐净土还是地狱？一只长舌怪物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战斗中的花面丸很快发现了左切陷入危机。尽管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分心，专心战斗，但是等到意识反应过来，他已经转身飞奔救下了左切。与此同时，鱼头怪被路过的前卫门斩杀，危机暂时解除。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是曾见过的女人杠，他在身边跟着2个前卫门。花面丸刚想质问杠要干什么，突然想起了妻子说过受到别人的帮助要说谢谢，于是先乖乖鞠躬道谢，再继续凶人。他和杠现在是对手，对方应该没有理由帮他才对。杠走过来对花面丸动手动脚，表示想要和他组队，5个人比3个人安全。为妻子受阵的人夫一把撂倒杠，警告他不要打自己的主意，他很清楚女人的手段。左切问起杠的身边为什么有2个前卫门，元四本来是七姓教徒茂龙木耶的处刑者，但是对方却被杠以卑劣至极的手段欺骗而死，所以元四认为一名处刑者无法控制杠，便与他同行。原本负责杠的前卫门名为仙太，他们一路上遇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怪物，得知岛上非常危险，找到仙药固然重要，但前提是要保住小命。左切没有意见，杠高兴的又往画眉丸身上扑，再次被画眉丸撂倒，他可没答应。女人根本不可信，杠脚下一转，把画眉丸也带了下来，说什么可信不可信，他们随时都能背叛对方，就算找到仙药，也只有一人能被赦免，他们只有尽可能的相互利用。画眉丸和他组队有什么好处？刚表示画眉丸出战力，他们出情报，比如说这里最危险的不是怪物，而是人面蝴蝶，他们在怪物的周围飞舞，灵粉能制造幻觉，而且还要有毒。蜈蚣虽然恶心，但他们只吃腐肉。当然，刚知道的这一切都是由茂龙木耶试出来的。最后人用完，自然也被他给杀了。怪物身上的物品大多带有宗教意象，是佛教和道教的结合，看上去极其诡异。这座岛并非原本意义上的极乐净土，怪物虽然可简单的视为神秘现象，但下刀时的触感和生物别无二致。画面丸问杠为什么要将情报全部公开，就这么想要活下去吗？杠神色失落，说自己有个身患重病的妹妹，他为了赚钱成为勇者，但之后的事就越来越离谱。画面丸一听就知道他在说谎，杠表示自己什么隐情都没有，想活下去需要理由吗？画面丸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杠究竟对茂龙木耶做了什么？杠脸色一变，回忆到浑身开满鲜花死的凄惨男人，反问画面丸这么在乎别人的生命吗？黄元丸终于松口答应合作，第3次把往他身上扑的杠撂倒，别动手动脚的，他可是有妇之夫。县太主任把收集到的情报都告诉画眉丸，却被杠拦下了，他们怎么说也得留点防身的。黄元丸光顾着和杠吵架，结果一扭头，左切突然晕倒在地。这个帅哥是个天才，入前门1个月就获得代理资格，只要斩杀犯人就能顺利出师。
托马主动表示自己有个想去的地方，但他并不是去杀人的，而是为了去救他判了死刑的哥哥。强大及变化，变化就是根据环境改变自身，是快速理解现状、接受现状。亚佐和童马是一对兄弟，生于武士之家。他们的父亲侍奉的藩主在江户城闯了祸，整个藩地都被朝廷没收。母亲在贫苦的生活中病死，父亲参与替主君的复仇行动被处死。成为孤儿的两人沿街乞讨，却被山贼抓进贼窝。经历这些变故，童马只会一味的哭泣，但亚佐却快速接受了现状，掌握全场。他们被官府包围，亚佐让弟弟快逃，之后再来救他。世界法则并非弱肉强食，而是适者生存，善于适应方为强者。他的哥哥是变坏的天才，就像上岛之后遇到怪物的亚佐很快展开了厮杀，发现自己处于下风后又果断逃离。然而在突出重围的途中，童马被拽住头发动弹不得。亚佐看了童马一眼之后，选择放弃弟弟独自逃走。童马并不怨恨哥哥，他拔下剑回头斩下怪物的手指，想为哥哥断后，却没想到亚佐扛着巨斧突然折返，原来他是为救弟弟去找武器了。一把锡杖突然飞来，正中亚佐侧脸，无数惊呆诡异的怪物嘴里念叨着杀生是罪，将两人团团包围。童马吓坏了，难道这里是给罪人降下佛法的地狱吗？亚佐这一生似乎都被罪所包围，他突然发狂地扛起斧子，将周围的怪物屠杀殆尽。什么罪呀恶呀的都是别人擅自决定的，他偏要做他想做的事。他的主君就是他自己，他才是自己的神。童马一脸痴汉，哥哥的强大在于变化，而在变化之中不变之物才得以凸显，那就是他绝不屈服的性格。当童马因为成为土匪而对错感到迷茫之时，哥哥让他只相信他，哥哥会为弟弟指明方向，他永远都是正确的。亚佐从来没打算要什么赦免令，他要将这里的怪物和罪人都杀了，找到仙药之后和弟弟平分，这样就再没有人能干涉他们的人生了。但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，这座岛非常危险，之后遇到的罪人一定都闯过了这样的险境，毕竟如果是弱者，那早就被淘汰了。